Hello，大家好，我是Haley，是一名理财规划师。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我的频道是关于投资理财、理财规划，还有在我们人生之中不同阶段所需要知道的理财知识。如果你有兴趣了解更多的相关内容，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还有点击旁边的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接下来的影片了。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什么投资低风险，股票、债券、基金，到底该选哪一种呢？首先，我们先来说一下股票。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股票是什么。股票代表的就是一个公司的股份。拥有了一个公司的股票，其实就相当于你拥有了一个公司的股份。比如你和某人合开一间公司，一共投资100块钱，你投入70块，他投入30块，那么你就拥有这公司的70% 的股份。如果把公司的股份划为100份，那么每份的价格就等于1块钱。如果哪天你们公司上市了，投资者觉得你们公司有潜力，把你们的股份抬高到2块钱，那么你们的股票就增值了。所以股票代表了股份，也意味着拥有权。因为你手上拥有的70% 股份，所以公司每赚1块钱，你就可以获得70 cent 的收入。而每当公司亏1块钱，你就要付出70 cent 的代价。因此，股票投资风险的收益可以很大。因为你拥有这公司可能是个赚钱的机器，因而股价暴涨。但是风险也可以很大，因为你拥有这个公司也可能因为经营不善而股价暴跌。对于大多数的普通投资者来说，投资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一不小心选错股票，可能一个跌停就会有很大的亏损。而债券代表的就是债权，你买了债券，相当于借钱给别人。这个人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企业。借钱给别人，不管怎么样都是得还的，所以相对股票而言，债券的风险更小，因为不用承担经营的风险。当然存在违约的风险，就是说欠你钱的人破产了，钱要不回来了。所以借钱的时候要看钱借给的对象是给谁。这也是投资债券时要先考虑的。债券风险小，相对的收益肯定是小。你借钱给别人，不管他用你的钱经营得多好，赚了多少，都跟你没有关系。投资者只能拿回指定的利息。而基金是一种间接投资，把钱交给专业人士，让他帮你投资。基金是一种委托关系，你委托基金管理公司帮你管理基金和进行投资。基金公司会根据不同的投资指标、可承受的风险程度而定该投入什么产品，然后给你选择。基金投资的时候会进行分散投资，投入多个股票或债券等，因此风险相对而言就比股票小。一般而言，基金收益小于股票，大于债券。相对的，风险小于股票，大于债券。每个基金都由一个基金托管公司进行托管。你可以这么理解，你委托了 A 基金管理公司帮你进行投资，但又害怕 A 会贪污、私吞财产等，而 A 找来了 B 基金托管公司，由 B 负责保管你的投资的钱，并且帮你监督 A， 而怎么进行投资是由 A 来决定， B 不能干预，这样就更加保障了你投资的钱。也就是为什么当你投资基金时会有少许的托管费用。我们一直听说投资要分散投资，所谓的分散投资并不是盲目的买入大量的基金，这不仅带来管理上的麻烦，集中于同样类型的基金不能有效的分散风险。投资者应当选择相对集中的投资方式，根据资金量选择3到5只基金即可。以下是购买基金该避免的错误观念。选择基金时不能贪便宜。有很多投资者在购买基金时会选择价格较低的基金，这是一种错误的选择。例如 A 基金和 B 基金同时成立并运作，1年以后 A 基金净值达到2块钱，而 B 基金净值只有2钱。按此收益率，再过1年 A 基金净值达到4块钱，
可是 B 基金净值可能只有快10钱，如果在第1年时贪便宜买了 B 基金，收益就会比购买 A 基金少很多。所以购买基金时一定要看基金的收益率，而不是看价格的高低。接下来，分红次数多不一定是最好的基金，有的基金为了迎合投资者的心理，每年固定分红，这种做法就是把投资者左边的钱掏出来放在右边上，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而巴菲特管理的基金一般是不分红的，他认为自己的投资能力要在其他投资者之上，钱放在他手里增值的速度更快，所以投资者在选择基金时一定要看基金的净值增长率，而不是看分红多少。所有的投资都有风险，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步骤来减少投资损失的机会。个人的风险偏好将决定我们属于哪种类型的投资者，而风险状况将确定投资组合的资产分配。你只需要确保你的投资组合中的资产分配符合你的风险程度能力即可。投资者必须了解，风险越低，潜在的收益率就越低。资产分配就是把资产用合理的比例分散到股票、基金、债券等，这样可以用更低的风险赚更高的报酬。最近很流行的机器人投资顾问技能投资，是使用算法来自动化的帮投资者拟定投资组合。资产配置的确是可以减低市场波动的代价，可是并不是每个人每个时候都适合这种资产配置。在不同的市场，有时需要采取集中性的投资会更有效。知名基金经理人 Peter Lynch 也曾经提到，如果你选择长期投资，债券是可以直接放弃掉的。比方说，对于年轻人来说，以上的说法是成立的。相对的，比较年长的人累积了一定的资产以后，资产配置就非常重要，或者会选择集中于比较低风险的债券。因此，在选择投资时，投资的年龄、投资的时间、自己可承担的风险，以及不同市场的投资策略都非常重要的。如果投资者没有经验或没有信心，可以委托基金管理公司帮我们投资，或者可以咨询专业人士再来做决定。无论如何，不要因为不会选择投资产品而不投资。我们必须尽早开始投资，这样才能尽早增加我们的财富。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如果大家觉得内容有帮助的话，记得按 like， 还有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有什么特别想知道的理财内容，或者关于投资理财、理财规划的问题，也可以填写下面的表格让我知道哦，我会联系你。想要看到接下来的影片，记得关注我的频道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